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威斯康星大学与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们近期提出了一项颠覆性的 Scaling Law。这项研究证明，在总算力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极度超额训练更小的模型，并配合推理阶段的多次采样思考，模型的逻辑推理准确率能飙升 214%。数据显示，仅有 37M 参数的极小模型表现竟能超越体积大它24倍的 901M 模型。这种范式让模型响应更快且成本更低，彻底释放了轻量化架构的推理潜能。实验揭示了一个反直觉的结果，直接挑战了模型越大越好的常识。在完全相同的总算力限制下，研究者对比了 901M 的标准模型以及被极致练透的 37M 极小模型。庞大的模型由于单次开销过高，只能孤注一掷地生成一次，而小模型凭借极低延迟换取了多次采样的思考空间。实测数据证实，灵活的小钢炮表现全面碾压了对手，证明在总算力博弈中，模型体积与推理次数的分配才是胜负手。目前全行业在训练和使用 AI 时处于割裂状态。预训练阶段遵循 Chinchilla 定律，核心在于平衡参数量和数据量，从而最小化训练损失。而推理阶段则依赖测试时缩放，通过多次采样来提升模型准确率。这种各司其职的现状导致开发者在训练大模型时往往忽视了部署端的算力开销。这种割裂的计算方式在部署时会带来灾难。如果要求千亿参数规模的大模型反复思考并生成数百次答案来择优，推理算力账单会迅速失控。当单次生成成本过于高昂时，单纯追求模型规模就不再是最优解。这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在已知需要多次采样的前提下，是否有必要训练如此庞大的模型。破局的关键在于寻求算力的全局平衡。在总算力预算固定的前提下，通过减小模型体积，可以让单次推理变得极度便宜。这省下来的算力能为推理阶段腾出巨大的空间，支持成千上万次的尝试。现在核心任务已经演变为如何在模型大小、训练数据量以及推理尝试次数这三个变量间找到那条完美的分配曲线。TR Scaling 定律在此背景下正式登场，首次打破了训练与测试的计算壁垒。它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方程式，将模型参数量 n、训练数据量 d 以及推理采样次数 k 进行联动。在总算力固定的约束下，该定律能联合求解出这三个变量的最优配置。这标志着模型开发从局部的参数竞赛转向了跨阶段的全局资源优化。为了确保定律的严谨性，研究者通过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进行了双重验证。第一种方法是建模任务损失，将多次采样带来的精度增益直接折算进底层的损失函数中。第二种方法则是直接建模准确率，预测在多次尝试下至少答对一次的真实概率。令人振奋的是，这两套完全不同的数学逻辑最终指向了完全一致的最优解。基于 T2 定律的推演，大模型的开发逻辑正向超额训练狂奔。传统 Chinchilla 建议每个参数匹配20个 token， 但 T2 曲线显示这远非最优。当引入测试时算力后，最佳策略发生巨变，模型体积应当极度缩小，而喂给它的数据量则应成百上千倍的增加。这种在极度超额训练区挖掘潜能的方法，能让小模型在推理时表现出惊人的效率。为了验证这些推演，研究者构建了一个极其严苛的测试熔炉。实验涵盖了12个算力级别，跨度达3个数量级，并测试了超过100个模型，参数范围从 5M 延伸至 901M。研究者还专门从零训练了一群全新的超屌模型。这组覆盖极广的测试数据为 T2 定律的可靠性提供了坚实的实验支撑。验证结果显示， T2 定律展现出了极其精准的预测能力。基于损失函数的建模误差仅为 2.8%， 观测值与预测值在对角线上高度重合，而在直接预测准确率时，平均误差也只有 8.4%。新训练模型的表现与预判高度吻合，这有力地证明了 T2 定律并非盲目猜测，而是精准捕捉到了模型性能变化的底层物理规律。在真实任务的对比中， T2 方案展现出了绝对的碾压态势。在 ARC Easy 任务里，体积缩小了 95% 以上的 37M 极小模型，得分远超传统最优的 901M 大模型。而在 SciQ 科学问答中， 37M 模型的准确率达到了 1.20%，
对比 611M 大模型的 0.22%， 实现了数倍的反超。实验结论非常明确，在总算力相等的前提下，将预算切分给小模型进行多次尝试，效果远优于全部用来堆参数规模。T2 定律在复杂逻辑推理中展现出更强的优势。在多步算术推理中 ，37M 极小模型的准确率从 18.40% 飙升至 57.90%， 提升了3倍。而在空间逻辑推理任务中，这种领先优势被进一步放大到了6倍。这些证据充分证明，面对复杂的合成推理任务 ，T2 范式的降维优势是无可撼动的。面对超额训练模型难微调的行业疑虑， T2 定律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实验通过 Bayes 预训练、标准微调以及 SFT 监督微调的3层测试，发现虽然增益会有所衰减，但整体趋势依然稳固。即便在监督微调之后，最优解仍然坚定地指向极小体积加上海量数据。这意味着 T2 范式不仅适用于底层模型开发，在后训练阶段同样具备极强的生命力。在 SFT 后的实战对比中， T2 路径展现了惊人的战斗力。遵循传统 Chinchilla 路径训练的 347M 模型，准确率为 57.60%， 而采用 T2 极度超调路径的 84M 模型，准确率竟达到了 66.80%。这意味着，即便模型体积只有前者的1/4，实际表现却高出了近10个百分点。这一结果再次验证了小模型通过极度超调所释放出的巨大潜力。这种小模型配合多次采样的策略为何能赢？我们可以用射箭来做直观类比。大模型好比一柄威力巨大的重弓，虽然单次精准，但成本太高，导致无法重来；而小模型更像是一把能快速射击的连弩，虽然单次精度略逊，但它极度便宜，可以在同等预算下尝试100次。逻辑上，100次中命中1次的概率远大于大模型孤注一掷的概率。这种优势源于 T2 定律背后的核心公式。在推理成本固定的条件下，采样次数 k 与模型参数量 n 成反比。当模型参数 n 减小1半时，允许尝试的次数 k 会呈指数级放大。这种由压缩参数而释放出的免费算力，在部署端推平了传统的高昂成本墙，成为小模型彻底碾压大模型的算力源泉。在等算力曲线图上，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行业最优边界的历史性平移。原本单次推理的最优路径正随着模型增大而向上攀升，但包含多次采样的 T2 最优边界却出现了剧烈的向下偏移。这意味着在相同的计算预算下，采用 T2 定律指导的模型能触及更低的错误率上限。这种偏移是不可逆的，预示着 AI 开发范式的根本性转变。T2 scaling 定律具备4大核心特性，它实现了端到端统筹，彻底破除了训练与推理的壁垒，联合优化3大关键变量，通过损失函数与准确率的双轨互证，2条路径得出的结论达到了完美一致。该定律还展现出极强的精准外推能力，能预判极度超额训练区的模型表现。最重要的是，它拥有强大的后训练生命力，在监督微调后依然能坚定生效。研究者之所以选择合成任务进行验证，是为了洞察逻辑推理的极限。与死记硬背互联网语料不同，合成任务包含极难的数学逻辑题，这要求模型必须在海量的可能路径中探索出那条唯一的正确推导路径。实验证明，在需要反复推敲的复杂推理场景下，基于 T2 定律构建的架构是目前的最优解，展现了超越常规模型的路径搜索能力。新旧时代的 AI 法则正在交替，传统的 Chinchilla 范式倾向于大模型优先，并按照20:1的死板比例增加数据，而 T2 范式则主张极小模型优先，通过无限制的数据灌注实现极度超调。在部署上，新法则不再依赖单次生成定生死，而是利用大规模反复采样求取最优。这种范式转变让小模型在处理前沿复杂推理和科研任务时，展现出了比基础对话更强的潜力。面向未来的模型开发，开发者应当遵循3步走的行动指南。首先要明确总算力预算，将其作为不可逾越的红线。其次是执行极限压缩，将模型参数做得尽可能小，为推理阶段的反复采样留出空间。最后是疯狂weight测，利用海量数据对小模型进行极度超额训练。核心准则只有一句话：若要模型反复想，就做小体积并多位数据。通往 AGI 的道路并不只有做大模型这一条。T2 scaling 定律有力地证明，
测试时算力能让以小博大成为算力分配的最优解。这种范式通过超额训练极小模型并延长其思考时间，在相同算力预算下实现了性能的代际跨越。它预示着全行业将从参数竞赛转向更科学的全局资源统筹。未来我们应当关注如何在限定的算力大盘中，通过跨阶段优化来榨取智能的极限。